娱乐圈中，流量明星的诞生往往伴随着资本、话题与粉丝的狂热追捧。王一博、杨洋、朱一龙这三位在近10年中频繁占据热搜的名字，曾是无数人心中的顶流代名词。然而，随着新人层出不穷，观众审美不断升级，他们却被部分网友点名大势已去。这种声音并非空穴来风，而是娱乐产业周期规律的一种体现。流量的巅峰是短暂的，谁能在潮水退去时依旧屹立，才是真正的实力与智慧考验。王一博的崛起几乎是奇迹般的，《陈情令》让他成为顶流，舞台上的冷酷气质与真实生活中的低调形成强烈反差。然而，流量也像一把双刃剑，它带来无数掌声，也让他背上沉重的期望。有人质疑他演技尚在打磨阶段，无法支撑更大体量的作品，也有人认为他过于低调，缺乏持续曝光。于是，当新生代偶像接连冒头时，王一博不可避免地陷入是否还能维持热度的讨论中。这种质疑，本质上是行业对他未来路径的考察。杨洋是流量明星最典型的代表之一。他从微微一笑很倾城开始，几乎每一部偶像剧都掀起全民讨论。但随着年龄增长，他逐渐面临角色单一化的困境。部分观众觉得他永远帅气，却缺乏突破，演技在甜宠、古偶之外难有新的维度。于是，大势已去的声音便围绕他不断。实际上，杨洋并非没有尝试转型，从军旅题材到现实剧，他都涉足过。只是观众的期待往往比转型速度更快，被标签化正是杨洋最大的束缚。朱一龙的成名轨迹与前2位不同，他最初是靠沉稳、细腻的气质吸引观众，《镇魂》让他爆火，但他选择了走演员型路线。与流量明星不同，朱一龙的热度更依赖作品质量，而不是综艺或 CP 炒作。因此，虽然他曾一度占据顶流位置，但随着作品节奏放缓，他的热度自然减弱。网友所谓的大势已去，其实是流量曲线趋于平缓的一种表象。但这是否意味着他彻底失去了竞争力？未必。对于朱一龙而言，观众更看重的是作品能否触动人心。在社交平台上，网友们常常发出这样的疑问：为什么流量明星一旦下滑，很难再度翻红？原因有3。第一，粉丝群体存在流动性，新人层出不穷，粉丝容易转移注意力。第二，市场需求趋向多元，单靠颜值与话题已经无法满足观众。第三，过度依赖资本运作的明星，一旦失去话题，极易陷入沉寂。王一博、杨洋、朱一龙，恰恰是这3种因素的交叉点。娱乐圈不是慈善场所，而是资本角逐的战场。资本推捧明星的核心逻辑是能否变现。当王一博、杨洋、朱一龙巅峰时期，他们是无可取代的代言宠，但当新人如张凌赫、陈哲远、谭健次接连走红，资本的选择自然开始分散。此时，老牌流量若没有新作品或话题，就会被冷处理。资本冷眼旁观的态度，让所谓大势已去看起来更加残酷。但这其实是一个更公平的筛选机制。无论是流量还是资本，最终都需要作品来支撑。观众或许会因为颜值入坑，但能否留下，取决于作品与演技。王一博若能在电影中打破固有形象，杨洋若能挑战现实主义题材，朱一龙若能保持作品的稳定输出，他们依然有机会回归巅峰。所谓翻红，归根结底不是靠话题，而是靠作品质量，这也是观众和行业对他们最大的期许。在早期，粉丝几乎是盲目追随的群体，只要是偶像的一举一动都能引发狂热。但如今，观众更加理性，他们希望看到的不仅是漂亮的脸，而是真正有温度、有力量的作品。流量明星要想维持长久影响力，就必须顺应观众心理的转变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网友会质疑，如果他们不能快速转型，那么流量神话终究只是过眼云烟。大势已去并不意味着彻底失败，它或许是一种退潮的假象。
真正聪明的艺人会把退潮当作蜕变的机会。王一博或许会更多的在电影和赛车领域发光，杨洋可能尝试转型幕后或更深层次的演技挑战，朱一龙则可能继续在文艺片和现实剧中扎根。退潮不是终点，而是另一个起点。问题在于，他们是否有足够的耐心与智慧去等待下一个机会。娱乐圈瞬息万变，流量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王一博、杨洋、朱一龙作为曾经的顶流，如今被议论大势已去，本质上是一种行业规律。真正决定他们能否再度翻红的，不是粉丝的呐喊，不是资本的追逐，而是他们是否能够拿出真正打动人心的作品。只有实力才能穿越时间的筛选，成为永恒的光。在今日这个被算法统治的社交媒体时代，艺人热度的流动速度已经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快。王一博、杨洋、朱一龙等人的热度曲线之所以被放大，是因为每一次曝光，每一条短视频，每一次热搜都能瞬间改写公众印象。社媒不只是传播工具，更是一座放大镜，好的瞬间会被无限放大，失误或空窗期也会被放大成口碑断层。因此，所谓翻红不再只是靠一部好作品或一次综艺露面，而需要一套复合策略、节奏控制、内容差异化以及舆论引导。节奏控制意味着在高曝光与低曝光之间找到平衡，过度频繁的制造话题会引发粉丝疲劳，完全隐退又会让市场记忆衰减。内容差异化要求艺人展现角色以外的真实维度，运动、生活、美学，甚至公益，都可以成为延展个人 IP 的入口。舆论引导则是与经纪团队、PR 和核心粉丝的协同作战，在危机来临之前布局正面内容，危机爆发时迅速回应并塑造新叙事。换言之，社媒时代的救赎不是奇迹，而是耐心与策略的复合拳。那些能把短期流量转化为长期信任的艺人，才是真正能在潮起潮落中重生的人。粉丝经济曾是流量明星的最大护城河，但它的规则正在悄然变化。从早年的单向追星到现在的参与式消费，粉丝不再只是买周边、刷榜单的工具，他们更期待与偶像建立长期、真实的连接。对于王一博、杨洋、朱一龙这类曾坐拥庞大粉丝基盘的艺人来说，如何把短期投票、短期打榜的能量转变为稳固的品牌资产，是重塑的关键。一方面，艺人需要走出只靠作品或 CP 带热的模式，增加跨界合作，如与优质 IP、艺术家、设计师、公益组织联动，打造更广泛的公众形象。另一方面，经纪团队必须从事件运营升级为生命周期管理，为艺人规划3年、5年甚至10年的职业线路图。更重要的是透明与真诚，粉丝能感受到艺人的成长曲线与职业诚意时，会从短期追随转变为长期支持。最后，商业化与艺术性的平衡也至关重要，既要保持商业变现能力，又不能牺牲作品品质。能在粉丝文化变迁中找准定位的艺人，将获得超越单次热度的可持续影响力。感谢大家耐心看完这期深度解析。如果你也有不同的看法，欢迎在评论区畅所欲言，我们一起来讨论。你觉得王一博、杨洋、朱一龙是否真的大势已去，还是他们正酝酿新的爆发？向右别忘了点赞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把视频分享给更多朋友，让我们一起见证娱乐圈的风云变幻。